前的孤寂，玻璃画不出你名字。对爱，我需要一份说明书，解读你身上的温度。我还来不及 say hi， 走到了地平线终点 ，I'm looking for you。我还来不及 say hi， 穿越过海平线原点，再转身后发现在身边。再转身后发现在身边。你看，你看，你看，哎呦，这孩子啊，真是，你是真看不清楚啊。你只是不想给他好脸色看，对不对？你只是想趁着这个机会教育教育他。你做的对，妈支持你。现在大海是越来越有名，越来越火，免得他翘尾巴，咱们就得敲打敲打他。但是你让大海老住在书房，这可不是事儿。让他睡久了，到时候他睡到别的女人床上去了。你要想再拉回来，那就难了，孩子。那就去吧，大不了一辈子他也见不到我跟呵呵，我们两个过着也挺好。你这说什么话呢？这婚姻可不是斗气维持的，你再这么继续冷战下去，这疙瘩越结越大，距离越来越远。你看那些年轻轻的就离婚的那些人，都是因为屁大一点事儿就升级成巨大的矛盾啊，彼此谁也不服谁，在那儿撑着啊，到最后呢，骑虎难下，只好散伙。哎呀，妈，咱们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自己能解决好。不是我为你操心，是你爸非得要管。你爸说了啊，问那小子还想不想好好过日子？他要是不想过这日子，让他趁早滚。你说我拦着他，我说你千万别，等等，看看咱们的女儿怎么想，别冒冒失失的跟人大海去说去。妹妹，妈可不是个老古板。如果大海真的和你性格不合，如果他真的对家庭不负责任，朝三暮四的，妈第一个跳出来把你拉出这苦海，不能让我女儿受这罪，对不对？可是大海不是这种人，你干嘛因为那张莫名其妙的照片就抛弃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家庭和刚刚懂事的孩子？值吗？你老大不小了，好好想想明白，别犯傻。老公啊，你对我真好。要是对老婆不好呀，大逆不道，罪不可赦啊！黄英跟何帆说了，说我这辈子就是好福气嘛，能够嫁到那么好的老公。曾经梦见的美好，如你柔软的。我是觉得吧，我们两个为了这个事儿吵架，不值得。盼你一辈子伺候我。那是我的荣幸。谁在寂寞中跌倒？往事静静的宣告，在我的脑海萦绕。难道与你无法相爱到老，如此依靠，也只是短暂的凑巧，等不到我。
在思念的空场，总是绝望的奔跑，也只好默默煎熬。难道与你无法相爱，讨老彼此消耗，也只是无奈的句号，等不到我和你再次拥抱，你却是淡淡的一笑，爱停在最后的这一秒，已被抵消。难道这一切无法预料，已不再重要？可挽留着爱，也只是汪洋的徒劳，把爱注销。医生，我们东升他真的得了尘肺病吗？他有没有可能只是肺炎啊？请问你是林先生的？我是他的未婚妻。好，既然不是外人，我就直说了。林先生的确是罹患了尘肺病。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如果你肯好好接受治疗，你还可以活很久。真的吗？但是网上说，尘肺病根本就没有办法治疗好的。尘肺呢，是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了生产性粉尘，并留在肺内所引起的，的确是没有办法根治。那怎么办呢？你放心，因为林先生年轻，又已经脱离了煤矿工业区，加上发现的早，病情是可以控制的。那我要怎么治疗呢？医生，只要可以治疗好我们东升，要我们做什么治疗，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好，我会制定整体的治疗计划。这是一场长期的抗战，病人和家属都要坚强勇敢地和病魔奋战。没有问题，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好，那你们赶紧去订床位，只要一有床位，我们就进行双肺灌洗技术。老婆，我送你吧，这会儿坐公交车会迟到。不用，我自己打车就行。老婆，钱女轩跟麦自杀了。什么？钱女轩怎么样？刚刚度过危险期，正在观察。那你怎么不去陪他呢？你们俩是？她是我老婆，就是钱丽娟说的大学同学周妹妹。原来丽娟说的都是真的。不，我问你为什么没有去陪他？现在是他最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呀？她不肯见我。到底怎么回事啊？钱丽娟为什么要自杀？怪我，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不该每天那么折磨她，不该软禁她，不该断了她跟所有人的联系，不该对她说我要与她同归于尽。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这么说，不是灭了她最后一丝希望吗？你
说这话太鲁莽了。你怎么这么欺负你老婆呀？啊，你知不知道啊？妹妹跟你过一辈子的是你太太，不是别人。你是男人吗？你说话呀！你想办法呀！别这样，别这样，想办法呀！别这样，别这样。你说，你说，你说，你。他知道错了，知道错了。我们进去看一下陈丽娟。丽娟，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陈丽娟，先跟你说声对不起。之前因为我工作上的疏忽，没能完全体会你的感受，向你说声对不起。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来帮助你。丽娟，你别这样，好吗？你别傻了。为了这样一个男人，你不值得。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有想过，你走了以后，你父母怎么办吗？妹妹，你不是我，你不会了解我的痛苦的。你有一个爱你、支持你的丈夫，你有家庭的温暖，而我呢？我每天面对的是一个眼高手低、对我使用暴力的丈夫。我每天都是活在恐惧和担心当中。你让我怎么坚强，怎么勇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是吗？我们每天出去的时候，都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谁会把破衣服穿在身上？所以呢，你看到的幸福不一定都是真的，也许是假象。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也不要羡慕我。我的生活没有你想的那么滋润。好好休息，都会过去的。妹妹，我想跟你说几句话。我不想听。你太聪明了，也太能说。你随随便便就会说出一大堆很漂亮的理由来，我也说不过你。我已经做傻子很久了，不需要浪费你的时间、你的口水、你的精力，你就让我继续傻下去吧。妹妹，你现在怎么骂我都行，但是第一，我和杨媛媛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第二，我郑重地向你道歉。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如果你可以原谅我，什么样的惩罚我都可以接受。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也不想做，我不想给你任何的惩罚，
我只希望呢，一切能够倒回去。如果说我的老公没有跟杨媛在一起，如果你们的手没有握在一起，如果他没有靠在你的怀里，如果你没有把我的披肩披在他的身上，如果加如果，邓以丽，不是吗？哎呀，要不要喝水？哎，你哥马上要结婚了，家里一大堆的事儿，我又干不完。哪天叫大海回来帮帮忙，行吗？妈，这点心是我哥，我帮他就可以了。你这是找别人干什么呀？你看你这孩子，我是帮你创造机会，找个台阶下就得了呗，还没完没了了。我不想让别人抓到把柄嘛，省得说我什么没有他，我什么都干不了。哎呀，瞅你这个拧劲儿吧，你以前不是挺依赖大海的吗？怎么了？现在长出息了？妈，你别拆我台行吗？我这是拆你台呀，傻不傻呀？我是在帮你补台呢。你妈能拆你的台吗？啊，好了，呵呵，这个不玩了啊，喝水，宝宝来，到妈妈这儿来。你还老想这么僵着呀？啊，是不想跟大海过了，还是怎么着？要过你不能犯傻，你还真不想跟大海过了啊？妈，真的，我好几次我想着办法去原谅他，可是我一想到那个女人，她替了大海那个画面，哎呀，就像千根针刺着我的心一样，我痛得我都说不出话来。梅梅，妈也是女人，妈能理解。这外边的女人，风骚漂亮，还主动的投怀送抱。不要说大海，就是正常的男人，哪个能经得起这种诱惑呀？再说，你好好想想，人家大海死不承认和那女人的关系，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在乎你，在乎孩子，在乎这个家，是吧？我现在不管他们俩是什么问题，妈，我心里那个坎儿过不去，我不知道将来怎么跟大海相处下去，真的，我害怕。没事，没事，好了。赵老师，你不要激动嘛，你现在年纪还轻，以后大展拳脚的机会多的是嘛。您要这么说，这职称是什么？啊，职称是个恩惠，谁年纪大了要退休了，就照顾老年人，是这样吗？除了教学、工作、科研之外，学术委员会还要考虑很多问题。那您告诉我，还有什么标准？比如说，人品。为人师表就必须要有好的人品。最近你在报纸上和那个女明星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已经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学术委员会没有投你的票是正常的。罗教授，如果学术委员会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我的私人生活的问题不给我评级，请拿出证据来，有没有真凭实据来证明我的人品有问题，我的私生活哪点不检点了？你不能够因为一个娱乐报道就来评判我的人品有问题呀，这样太不客观了，太不严肃了吧？学校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人力和物力去做这种调查。无论这件事是真是假，
已经对学校和我们的教师队伍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学术委员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正常的。你确定这事是真的？老王的儿子也在学校上班，他说的错不了的。大海为这事儿忙活了好长时间，那打击一定很大。爸妈回来了。回来的正好，你爸正好有事跟你说呢。又谈话？算了吧。妹妹啊，我们听说这次大海没升上教授啊。是吗？那没升上就没升上呗。您跟我说，我也没办法让他升上。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呢？平时大海最在意什么，你也不是不知道。他是一个从农村上来的孩子，那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有今天这个结果，对吧？他自己教心理学的，能处理好。哎呦，那教心理学的老师就不需要别人安慰了？他在家可不是老师，那是你的丈夫。那你这个做老婆的，是不是要去多关心关心人家，那人家才能舒服啊，心里是不是？你妈说的对。其实我们也想教训他来着，可是这种结果，我们也，哎呀，不想给他添堵。反正我们是一家人。我跟你说啊，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向他表示你这个做妻子的这个体贴和关心，知道吗？说完了吗？说完了，我就回去休息了。我知道，或许在主观上你并没有欺骗或背叛妹妹的意思，但是在客观上来说，你却让全世界人都认为你背叛了你老婆，而妹妹，她却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议论，还有外界的压力。当一个女人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可能背叛的时候，她不但会哀伤，她会痛苦，她会愤怒，甚至她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还有自我否定。因为他曾经相信的一切，在一气之间全部都瓦解了。他甚至会觉得，每一个女性都比自己优秀，比自己幸福，也比自己更懂得取悦男人。而他，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一个世界上最差劲的女人。你说的没错，我真是当局者迷呀。之前光顾着自己喊冤了，拼命的去解释，忘了去理解和体谅她的心情。你可别忘了，我是过来人，我的惨痛经验呢，绝对值得参考。你是过来人，你给我出个点子，我现在该怎么办，可以让她消消气？妹妹的个性我很了解，她不是爱斗气的女人。这一回她反应会这么大，我相信她一定有她自己的理由。大海，我认为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你们感情的危机究竟是出在什么问题上？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个养育人就可以搞成这样的。这次的风暴，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些年，我是这样一刻不敢松懈地鞭策自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不断的拼搏。文化基础不行就不文化，英语不行不英语，交际能力不行就锻炼交际。凡是性格上的弱点，先天的劣势，我都一点点去弥补克服。到了今天，我终于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有了房，有了车，
还有一些小小的铭记，有一点点的成功的感觉。可是，刹那间，好像这一切都是虚幻，一个飞吻就将我打回了原形，让我一无所有。我怎么会这么失败？我怎么能这么失败？不要再喝了啦！哎，放手！你到底打算怎么处理你跟赵大海之间的问题啊？是啊，妹妹，咱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说，我跟焕仪帮你想想办法。我害怕呀，我真的害怕。我现在走到哪里，都觉得无依无靠的。你别哭了，妹妹，你不是还有我们这些朋友吗？说实话，我想过离婚的，真的。可是我又想，我离了婚了，小公主怎么办呢？孩子是无辜的。我现在连质问我老公的勇气都没有。我害怕吗？我害怕我老公给我的答案是，他真的爱她，是，他爱杨圆圆，他爱她。到时候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你就选择逃避，你坚持要冷战。你一点沟通的机会都不留给大海。我很想跟他沟通，真的。可是我想要面对他的时候，我的心都乱了。你知道吗？以前我跟大海不管怎么说，我们吵架也好，不高兴也好，我都觉得我自己特别幸福，每天都被他宠着。突然有一天，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我甚至怀疑，我以前的幸福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一直在怀疑，所以我害怕嘛。我害怕我老公真的不要我。妹妹啊。我觉得你对于这件事情是不是过度敏感了呢？你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再说了，你跟大海还是相爱的，只要你们相爱，这事情肯定是能够讲清楚的，不是吗？妹妹，你认真的回答我，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怀疑大海他爱杨圆圆吗？我老公把这个女人的头很亲密地放在他的怀里面。我老公很小心翼翼地呵护这个女人，那你说，是，大海他不懂得避嫌，这一点我也觉得他做得不好。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他真的爱杨圆圆，那他们老早就出事了，被拍到的就不只是温馨接送情了。啊，反正我不希望卡在他们两个人当中。我不希望我老公对我仅仅是责任，没有爱。你傻呀你妹妹！如果大海他真的这么爱杨圆圆，他何必要这么费尽心思的要挽回这段婚姻呢？你要知道，男人他不可能光靠着责任就可以维系婚姻跟家庭的。我也没有见他有什么挽回啊，他也没有什么行动嘛。
大海他来找过我，他明确的拒绝了杨媛媛，而且他跟我说，他心里面他真的很在乎你。妹妹，老实说，作为一个男人，赵大海，他懂得反省，他愿意改正，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夫妻之间本来就应该要彼此宽容、互相体谅的。你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拒绝了他，你不是等于把他直接推给杨媛媛了吗？我真的帮不了他。我每天解释同事们对我的安慰和关心，我真的我疯了已经。哎，你帮不了他，你可以帮你自己啊。如果你开心，你跟赵大海幸福的在一起，那么这个绯闻，它就只是一个绯闻而已，它很快就过了。可是如果你不开心，你要闹离婚，那么这次的事件，它就不只是个绯闻，它就是真相了。杨媛媛小姐，谢谢你接受我的专访，但我也必须坦白的告诉你，我是周妹妹的朋友，我叫尹合欢。你不怕我知道了你的身份，会拒绝采访吗？你不会的。我相信你也想把你跟赵大海先生的绯闻对大众交代清楚。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说实话，谁都想找一个没有结婚的好男人，但是这好男人还是挺难找的啊。当一个人努力的寻寻觅觅，想要遇到一个好男人，可能这个好男人他已经结婚了。一开始当然，我们也会抗拒，也会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刻意的保持距离。可是慢慢的陷进去了，就爱上了，这理智也就不管用了，倒也是挺痛苦的。尹记者说的真好，说出了所有单身女子的心声。一个人寂寞的时候，谁不想找个肩膀依靠？尤其是女人脆弱的时候，往往都会失去理智。但事情只要在还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短暂的失去理智，它可以成为幸福的瞬间。而那一段似有若无的感情，与其摊在阳光下被众人撕裂挞伐，还不如把它放在心里最深处，深深的隐藏在心里。您说是吗，杨媛媛小姐？我有一个连经纪公司都不知道的秘密消息，可以先透露给你。什么消息啊？一个可以把我最珍惜的美好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消息。合欢，我谢谢你啊。为了我嘛，既然公器私用啊。什么公器私用啊？再说这则新闻是千真万确，杨媛媛亲口告诉我的。周妹妹同学，我可是踩了线还得罪同事才得到的消息，你要不要请客呀？请，我当然请了，我再回都要请的嘛。你说的啊，那餐厅你找，没问题啊。再说一句，谢谢你。我挂电话啦，再见。
喂，妹妹，什么？你说大海留了离婚协议书，然后人就不见了？那学校呢？那儿也找不到人吗？怎么会这样？妹妹，妹妹，你别急，你听我说，我这儿我也会想办法找一找。拜拜。你真的不要我了吗？亲爱的老婆，这些衣服都是你给我买的。从我们相恋到现在10年了，你给我买了很多的衣服，大部分都已经找不到了，只留下一小部分摆在储藏室里。就像我们过去的岁月，很多过程我们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岁月的精华，我们始终保存得好好的。第一件白色的围巾是你亲手给我织的，也是我们恋爱周年的纪念礼物。你说你会努力让我一辈子贴心温暖，那条围巾果真暖了我好几个冬天，一直到今天。第二件衣服是一个背心，也是你亲手织的。妹妹，我们大学时相遇，你丝毫不嫌弃我一个来自乡下渔村的年轻人，一路伴随着我打拼，我才能够有今天小小的成就。你为我付出的一切，不仅仅是衣服，还有我生活和事业上相关的所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经过了你的手。你经常问我爱不爱你，对我来说，这从来不是问题。我不仅爱你，而且你还是我身体的、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失去你，赵大海这人也等同不存在了。你还记得吗？大学时，我们在千年曙光杯下迎接第一道曙光，并承诺会继续相守这一世纪。你还说，在那个能迎接中国第一道曙光的地方，我们将彼此最诚挚的感情交给了对方，无论今后遇到任何的困难和阻碍，也不能有所动摇。当年的那句话，我可以自私地要求你为我坚持下去吗？我很抱歉给你带来这么大的痛苦，让你对我们的婚姻失去信心。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所以留下了离婚协议书。为了惩罚我自己，我选择了离开。但是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努力做个好丈夫、好父亲，我会用行动挽回你对我信心和爱情。现在，请你打开我藏在衣服最底下的丝绒礼盒。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请戴上戒指，和我共同迎接属于我们未来新生活的第一道曙光。那是幸福，当你的手在耳边轻抚，寂寞有你填补。我以为那是